你回国与半路杀出的郝聪明相识，一切的生活节奏都被打乱了。所以啊，继承事实，活好现在最重要。既然你跟郝聪明已经走到一块儿了，那就应该心无旁骛。你今天有点反常呀。我今天其实很生气，但是呢，我总算也见识到了郝聪明的力量。他虽然有点精神病，神叨叨，但他也绝对是个贤友的好姑娘，请好好珍惜吧。谢谢提醒啊。我成绩单的电子版已经发到你邮箱了，回头你按照那个尺寸1:1的给我做出来，再帮我寄到加拿大去。我再从加拿大找人寄给我父母。革命尚未成功，韩义仍需努力。你把钱拿出来啊！喂，谁呀？你好，是美玲小姐吗？我是，什么事儿？由于多次催缴未果，您如果不能在3日内归还53000元的信用卡欠款，银行将以信用卡诈骗罪起诉您。这电话我接多了，你们银行总这么吓唬人，有意思吗？我又不是不还。有完没完？我的时间很宝贵，不要再给我打这种无聊的电话。我可不想我的诈骗罪名还没有成立之前，你的骚扰罪先立案了。您冷静一下，我们是律师，你的情况现在已经不归银行管了。按照法律规定，逾期金额在1万到10万的，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，并处2万元以上20万以下罚金。所以为了您的利益，请赶紧还款。您这几天就会收到我们的律师函。喂。亲爱的花花草草们，看在我给你们浇水的份上，你们一定要茁壮成长哦。你看看你，蔫蔫的，有什么事情好烦恼的？你看看我，来北京之后发生了那么多的事儿，北上寻夫不成，还寄人篱下，好不容易找了份工作吧，还把20万的钻戒给丢了。按理说，我早就应该精神分裂，哭爹喊娘去了。可是，就算生活里遇到再大的困难，我们的日子不是一样还得过下去吗？生活里就算还有一线阳光，我们就得借着光，厚着脸皮的活下去，不是吗？世界啊，也不会因为谁的悲伤而停下脚步的。小黄花，我可看见你点头喽，你同意我说的是不是？可是，你看你怎么能那么苗条漂亮呢？看见你，我的自卑就汹涌澎湃起来。你说我是不是应该去吸个纸什么的？有意思。钱带来了吗？我说指甲豪门小姐，您当我们这儿是 ATM 提款机呢？您怎么也得先说说情况吧。您这狮子大张口，一下要好几万，我们给也得让我们给明白吧。韩毅，我没跟你开玩笑，没看见钱我不会说的。上次是你说的吧？你已经把所有的线索都告诉我了，现在你这么着急忙慌的又跟我说，你还有最后一张底牌，我到底该相信你哪句话呢？放心吧，我们又没亏过你一分钱，是不是？说说情况吧。这是李琴的电脑，这里边有李琴的一切。之前很多的资料我都是从这里边获得的，包括段一斌的电话号码，我也是从电脑的通讯录里找到的。真的假的？当然是真的，这里边全是李琴保存的东西，
照片、文档，还有他的毕业论文呢。那我就奇怪了，既然你有这台电脑，为什么不早点拿出来呢？我的猜测是这样的，他呢本来已经没什么可以跟我们说的了，但是呢又想继续在我们这儿拿钱，于是就伪装出这台所谓李琴的电脑，让我们来买单。我没你们想的那么多心眼儿。那你就得给我们一个能信服的理由了，要不然这个电脑我们是不会拿走，更不可能给你钱。我不想让你们找到李琴。我是看到你发的微博才知道李琴失踪的。既然你不想找到她，为什么要发微博呢？那是因为李琴带走了我一条项链。之前我都会借饰品和衣服给她，当然都是要收租用费的，所以我才着急要找到她。后来我撬开了李琴一直锁着的抽屉，发现里面有一大笔现金，足够买我好几条项链的呢。我当时手头紧，就给花了。再后来，我看李琴似乎也不会回来了，就卖掉了她很多东西，换钱买衣服了。就这电脑，要不是你们愿意花钱买线索，我也是要卖掉的。可是我也怕李琴回来，我没法向她交代呀。您究竟有多缺钱？拿一失踪人的钱？你晚上睡得着觉吗？只有一种可能性会让我失眠，那就是没钱。不管是花谁的，我都睡得着。北京生活成本有多高，你们不是不知道。房租、水电，哪一样不需要钱？我一个女孩子一个月能挣多少钱？买衣服的钱都不够。再怎么着，李琴还有家人，实在过不下去了，她可以给家里打个电话，让父母给她汇些钱。可是我呢？自从来了北京以后，我就再也没见过我父母。他们换了电话号码都没告诉我一声，我甚至连他们现在是死是活我都不知道。我越听越糊涂了，你跟你父母是有多大的仇啊？怎么关系这么僵？他们吸毒，吸到六亲不认，吸到可以把我卖了去做鸡。我知道，你们瞧不起我虚弱，瞧不起我拜金，瞧不起我想嫁个有钱人，觉得我就掉进钱眼里了。可是我不在乎你们怎么看。说实话，李琴被段一斌甩了之后开始堕落，我心里一直是幸灾乐祸。我忽然就觉得自己挺了不起的。如果兑换位置，你们可能早就被生活强奸得千疮百孔了。你们没资格评价我的好坏。我知道我的问题一大堆，但是只要活着，我就给自己打满分。那个，先看看笔记本吧。还需要输密码，密码多少？我忘了。那你是怎么打开的？这电脑之前没密码，然后上次我抄完段一斌的电话以后，脑子一热就给电脑设了一密码，可是我今天怎么试也打不开了。
不然我能将电脑一次性和盘托出吗？完，刚对你产生那点同情感，全被你这二逼的举动清零了。打住！口头上的同情我不需要，你要真同情我，你先把钱给我吧。我们验不了货，不可能给你钱，这个必须拿到电脑城重新装系统。而且重新做系统，那没准里边的东西可就没了。想要恢复硬盘里的东西，那需要好多天呢。那你们看这样可不可以？这个钱就当是我借的，我给你们写个欠条，等电脑恢复了，验了货，我再把欠条撕了。我真的需要这笔钱，不然银行就起诉我了。你们做的也别太绝情了，等电脑打开了，保不准你们还需要我的帮助呢。我知道李琴的 QQ、MSN、邮箱的登录名，那个密码我也能猜得八九不离十。呵，自己设定的密码都能忘了，还猜别人？求你了，我真的需要这笔钱。要我们当然也可以，你必须义务的帮我们一个忙。